这是我见过最奇幻的庇护所，它的建造方式十分独特，利用树枝加粘土搭建而成。室内不仅有温暖的壁炉相伴，其远离地面的设计更是避免了野兽的攻击。由于上一个树屋还是比较单薄，稍微来个野兽就扛不住，老白不得不背上行囊重新启程。他穿过茂密的丛林，发现了一棵笔直的百年古树，粗壮的树根让他充满了安全感，当即决定在此安家落户。看拿出来的兵器就知道，这次是有备而来。老样子先征得狗子的同意，然后去附近收集一些柳枝。对于搭建比较苛刻的老白，每一根都必须柔韧性极强，很快就绑来成群结队的树枝。只见他先划分出圆形轮廓，而后削尖几根细木棍，用来固定在轮廓一圈，随后用柳枝搭成一个圈圈，中间再用几根细木棍交叉在一起，用来稳定整个结构。交界处再用铁丝进行加固。老白很快就做出来2个圆形框架，就按照这个方式进行操作。他又一笔一复刻了几个小1号的框架，接下来才是重中之重。想要把庇护所安排在30米高的大树上，粗壮的绳子肯定少不了。只见他把绳子安排上去，然后自己上去测量一下，光看这个高度，有恐高症的患者绝对受不了。感觉没有任何问题以后，他接着用细木棍向上搭建，而刚刚加工好的挂架排上用场了，用来给庇护所作为稳定的支撑。从小圈到大圈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就这样一根根柳条搭建上去，围出一个相当结实的框架雏形。接下来就是如何用绳子给固定上去，得益于有滑轮系统的帮助，只需要把顶部给固定好，就可以轻松将其拉动上去，然后给庇护所提前预留出门窗，底部再用细木棍一根根整齐的放上去。说话的功夫，天色慢慢暗了下来。老白先是点燃干柴烈火，随后去一旁打了壶山泉水。可以一天不吃饭，但不能没有生命的源泉。他拿出50厘米长的开山斧，今晚就用它来保驾护航。第二天一早就被清晨的鸟叫醒，他开始收集一些细腻的黄土，顺手再请他们喝口山泉水。光这些还不够，像这种绿油油的小草他也没有放过，混合着泥土搅拌在一起，就能得到野外最强混凝土，用其给庇护所当做墙体，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好在野外的泥土非常丰富，这让他收集起来毫无尺度，毕竟免费的才是最珍贵的。老白里里外外都涂抹好几遍，确保每个细节都要严丝合缝。虽然老白被公司优化，但这一身手艺出神入化，无论是庇护所的设计，还是手法上的技艺，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。为了能有更好的采光性，他用透明塑料替代玻璃，虽然没有玻璃平整，但好在透光性还不错。很快一个圆球庇护所成型。考虑到全屋都被粘土铺满，室内他打算用绿色棉布进行覆盖，不仅能起到保暖的效果，而且内部看起来也规整许多。除了窗口之外，还预留了烟囱口。然后他继续找来细木棍，将其加工成合适的长度。为了能睡得更加舒适，必须给自己定制个实木床底，再铺垫上瑜伽垫子，躺上去试了试，妥妥的柔软又给力。都说野外生存不养闲人，老白就是靠一双巧手拯救所有，利用周边能用的资源，在屋内打造一座粘土壁炉，这样就算冬天来临，室内依然温暖如春。虽然看上去比较粗糙，但实用性却是很强，特别是烟囱要做好防护，这样才不会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。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烈火，给壁炉进行烘干，随着烟囱冒出一缕袅袅炊烟，老白也顺手去附近采摘了一些黑猩猩。这种野果不但可以食用，也可以提取出内在的紫色素，来给自己的屋子做防护。随着搅拌好浓郁的紫色素，他开始用这种树叶替代刷子，一层层的向上涂抹。这种紫色的涂料不仅好看，而且还有一定的粘合效果，让整个庇护所看上去更加丝滑。底部直接用锁链牢牢吊起，每个位置都要涂抹好几遍。随后他又加了一些炭灰进去，充分的搅拌成黑色的涂料，然后大手一挥写下自己的大名：野外拉米兹来此一游。细心的他烟囱也涂上一层防护漆，这样一个造型奇特又美观的庇护所完成。现在只需要轻轻拉动滑轮锁链，在野外也完全可以手动化升降。这种现代科技与传统手艺的结合，完全在野外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其远离地面的设计，完全不用怕被野兽袭击了。有了温暖气派的庇护所，老白和狗子就可以安心的度过整个夜晚。